嗨，大家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件有鬆緊帶褲頭的長褲。今天要做的是要把它的褲頭縮小，然後把它的褲長改短。我們先處理腰圍的部分。我有想說，是不是可以在前片這邊做一個打折設計，看是要往外折還是往內折，但我都覺得沒有很好看。加上它原本兩側就有口袋，所以我不想要動側面的線。所以今天這集要用胯部長度來改造。先測量出你想要拿掉的長度，因為褲頭是捏在一起測量的，所以這個長度要乘以2。我先把後面的標籤拆掉，然後要準備拆褲頭的線。這條線應該是有方向性的，所以只要找到正確的線頭的方向，我就可以一口氣把它拔起來了。但是一直找不到，上面一条，下面一條，應該都是用同樣的方法縫的。我只要成功了一個，就會抓到方向了。找到，卡住，找到之後又馬上卡住，好像有點老舊了。這條褲子的線有點起毛球纏在一起了，但找到之後就一切好辦，就是上面那一條也用同樣的方法拆。打開之後長這樣，原本是這樣，打開之後長這樣子。找到了這個鬆緊帶的頭，它這邊有稍微縫一個固定的縫線，我要把這條固定的縫線打開，然後來做鬆緊帶的縮短，然後還有褲子外褲跟內襯的縮短。它這邊有縫在一起的車線，這等一下一起處理。所以現在就是要先把固定的这個縫線打開。很多鬆緊腰帶的褲子可能做法不是這樣，但我現在目前遇到大部分的褲子，因為成本的壓力或者是一些工法比較麻煩，這些做法，這個做法會比較省力、省時間，然後省成本，所以我猜大部分的褲子應該都是這樣做的。猜到這裡，再來先確定我要的中線是哪一條。它縫的方法是左右重疊的，那我就直接把它剪開好了，就是讓鬆緊帶不留縫份的狀態下去接縫在一起。這是它原本的縫份，所以我要各往內2寸，然後把它剪掉。你也可以留縫份啦，但我就想要用直接拼接的方法縫，邊對邊的不留缝份的縫，就這樣。直接這樣子接上去，用之字形的方法，針長用小於1，然後記得把針寬把它調到5好了，這樣子會有0.5公分的抓力。對齊中間，記得回針，回針，這樣就不會有太厚的感覺。褲子這邊也是，所以這邊已經處理好了。我覺得可以把其中一個褲管由內往外翻，然後另外一個褲管塞進去，這樣會比較好縫。不管怎麼樣，就是布料的背面朝外，然後布料的正面就會對正面。好了，現在是在同一個褲管裡面，一路從側面這一條側線放開到背面這一條線。我這次想要處理的方法就是直接處理胯部長度、胯部深度這個地方，我不會去改变它的胯部深度，我只是想要改变那個曲線而已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去了解褲子的構造的概念的話，為什麼會卡卡的，會有人卡前面，有人卡後面，然後好像有2種改法，怎麼加怎麼減。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，我之前有做過一個類似的講解影片，然後也有示範過其中一種改法，我把它放在下面連結。我把連結放在下面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。因為我們要從正面跟背面這個開始改，這邊有一個稍微的固定，我把它拆開，打開之後再給大家看。所以現在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它的胯部長度就是這一圈，這是前面就是包覆小腹的地方，然後這是接縫胯下2個褲管分開的地方，然後一直延伸到屁股溝，一直到上面的腰部這邊。這個曲線是胯部長度，然後你现在看到中間這個是它的口袋，所以我剛剛做的事情是把這2塊這樣分開，所以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它裡面的縫份。然後這是前面小腹的地方，這是屁股的地方的接縫線，內襯部分也是。鬆緊帶這邊也打開了，因為這邊要縮小，所以我這邊要
再打開一些。我原本是想要直接從後面改，這樣子的話，整個口袋就會跑到比較偏後方的地方去，所以應該是要平均分散我想要拿掉的布料。总共是4寸，就代表前面要2寸，後面要2寸，就代表前片捏起来重疊的地方是2寸，代表單面是1寸，希望大家聽得懂。所以我不用打開這麼多，我只要留，我可以把2寸抓掉的地方，方便我縫就好了。這邊縫份拉起来，已經跟松紧帶分開的狀態下，沿着它原本的縫線往內畫一條垂直邊上，垂直毛邊，但是是平行原本縫線的一條線，距離1寸。因為這邊是2邊左右2邊的褲子各被拿掉1寸，所以總共是拿掉了2寸，对吧？它有2邊，這邊拿1寸，這邊拿1寸，我縫在這裡，所以拿掉2寸。然後漸進式的往下到有弧度的地方的時候，再慢慢趋近。然後背面也用同樣的方法，在這裡，這個也是，這是背面屁股那邊，平行它的縫線往內畫一條我們要縫的線的記號，一定是先縫再剪布料，然後在開始彎曲的地方漸進式的。然後內襯的部分，等一下再來做。我們先縫外部，那感覺应該要先燙過，好懶惰。好了，另外一邊也是，試穿一下。試穿過後，覺得非常 OK。我剛剛把其中一個褲管拉出來了，所以現在只看得到內襯的布料。因為現在內襯好的那一面，漂亮的那一面是朝外的，所以我們要在裡面這邊操作。同樣的，就是拿掉1寸，這邊如果些微有誤差是沒有問題的。如果你希望就是誤差減少的話，你可以先把剛剛確定的那部分的布邊先剪掉，然後再来畫1寸。這邊開始彎曲，所以我們就從這裡開始連接。另外一邊它其實固定的蠻好的，所以很多東西我沒有打開的話，就很難看清楚全貌。但你熟悉的那個就是指版型的話，就不會有太大問題。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自己在操作的地方是畫布長度的地方。試穿，然後我們就可以剪布料了。好了，試穿完覺得非常 OK。接下來就是把刚刚拆掉的按照那個順序反着操作回去。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把內襯跟外部多余的布料剪掉之後，在前片跟後片在縫份這邊固定起來。布料的特性我覺得還可以接受，所以我這邊要用锯齒剪刀，就不用再額外收邊了。我大概1公分。總共4個，一前一後，內襯、外部，就這樣就可以把縫份的地方稍微做固定。它原本縫在哪裡，我就縫在哪裡；它原本怎麼縫，我就怎麼縫。感覺應該要先拿針來固定一下。布料上面還留有一點印子，所以就用那個印子作為我的基準。翻過來，然後從這邊進去，把另外一條拉出來，在這裡。把它在縫份那邊固定。有很多縫紉知識，我其實都是用這種打開拼湊回去的方法學會的。它的結構、它的先後順序怎麼做比較好，其實就是打開之後，你就大概可以略知一二了。單邊就好了，另外一邊也是。然後再來的順序就是要把它固定縫在鬆緊帶的上缘。應該是看着鬆緊帶的這邊正面來縫，固定縫是為了之後操作方便，所以這個我覺得最好不要省略。這邊是縫合的狀態，重新做個定位。我這邊有一個縫份，然後這邊也是有縫份跟縫線，所以就用那個來當定位會比較好。鬆緊帶上面做記號，除了比較好對齊之外，也比較容易取得比較平均分散的力量。OK， 這邊是我接縫的地方，所以它的一半对齐它的接
縫的線，這樣折一半之後就可以平均分散壓力，縫出來的鬆緊帶跟褲頭會是比較好看的。中間這個地方就拉緊來縫，抓一下大概。用大拇哥這裡捏着，然後大拇哥的指頭固定，抓住之後全部放掉，這樣子來做固定，一段一段的固定會比較好操作。大拇哥抓這裡，縫的時候一隻手在後面，一隻手在前面，把鬆緊帶拉開，稍微做回針，這樣就好了。然後就可以用刚刚的手法把它翻過來，燙一下會比較好。但大家都知道我非常的懶惰，你知我知，不要告訴老師。它原本的做法就是這樣子，線對齊線，這樣子縫在上面跟下面。我決定先在襯布跟外布之間先縫一條針距比較長的固定線，這樣等一下在縫鬆緊帶的時候才不會覺得好像滑來滑去的感覺。幸好是它原本就有就是縫過的痕跡，所以我就不用額外再畫一些對齊的線，就對齊它原本縫過的痕跡就好了。因為是增强物，所以等它拆掉的時候會比較方便，所以這個跟剛刚那個固定縫是不一樣的。這個等一下會拆掉，這個是沒有拆掉的。所以現在就是往內折，然後在上下都縫一條針長大概2.5或3的線，然後最後呢再把這條固定的線裁掉就好了。然後跟刚剛一樣的手法，固定前後左右，然後用刚剛那個大拇哥捏的手法，大拇哥的底端，然後整理一下布料之後，捏住前面這邊，其他放掉。如果你覺得這個距離還不夠固定，你還覺得不安的話，你甚至可以在中間再補一些。一來是因為這邊有很多層布料，然後二來是布料皺皺的時候，你真的會很難看清楚，尤其在針下在操作的时候，會有一點不敢碰，因為針很快，布料很亂，就有可能會布料重疊，不至於影響到整體的功能，但就是不好看，有一些細節上的東西。這樣是比較固定的狀態，就不用擔心這邊可能會凸起一個泡泡之類的。就這樣固定整圈，我們就可以來縫上緣，先縫這邊的，然後這邊固定之後再來縫下面這邊。先固定縫個2-3針，然後就可以把它拉開縫，再把這個本來要固定上面的那個縫線拆掉，拆完就可以來改褲管了。這樣就改完啦，口袋真的很棒。覺得就是把它原本的縫份再往上，它這邊有縫一個固定內襯的縫線，就是直接把它的縫份往上折。它這邊的褲管縫份留蠻長的。完啦，改完長度之後真的舒服多了。然后我剛燙過了所有改過的東西，看起來好了很多，沒有燙跟燙過的差蠻多的。那麼這一集修改兼舊衣改造就完成咯。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的話，歡迎在下面留言。謝謝大家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